我们在重庆找火锅店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个声明。哥，这是啥意思？这个牌子，日本人不能进吗？是的，重庆为什么有这么多防空洞？是因为经历了重庆大轰炸，日本轰炸重庆。具体下去我都给你讲。好，咱们去这个防空洞里面看一看。这是洪崖洞唯一保存下来的防空洞。这个洞有多深？哇，有回音哦。这个洞的深度是重庆差不多应该是最深的。进洞的一个洞口，它怕塌陷，所以它做成拱门的。你等一下到下面去看到，它是没有这种石头的，它是正儿八经就是劳动人民一点点凿出来的。这种洞就是你走下来你会发现，太震撼了。它就是一个原生态的防空洞，一个敲一个敲凿出来的，凿出来的，对，原始凿出来是什么样子，到现在又什么样。火地轰炸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这个白井都会有人住？到处都是的。就住在这个里面。对啊，对，就是这样睡觉的。对，我要这样睡觉。老板看我们感兴趣，决定坐下来带我们回到那段历史。那个时候有连续在这边轰炸多久？80年前，日本对重庆开始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，它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一场空中屠杀。日本人计算过，平均一颗炸弹能够炸死5.5个重庆人。日本人出动了9000多架次飞机，投了11500颗炸弹，让38290名重庆同胞死于这场无差别的大轰炸。他们甚至扬言说要将重庆像伦敦一样夷为平地。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成功，可是，在真正的炮火中，我们没有屈服，而是徒手挖出1800多个防空洞。那时候曾经流行的一句话：“日本不紧张，我才不怕你，你来了我都惊动。”于是日本人改变了战略，炸不死都困死。1941年6月5号，24架日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大轰炸。原本只能容纳5000人的隧道，瞬间挤满了1000万人。他们在洞中憋了数十个小时，没有亲身体验过，你真的很难想象，身为3大火炉的重庆，挤在这样一个防空洞里是怎样的一种感受？通风不好，氧气也越来越少，呼吸困难，蜂拥而至，涌往洞口。于是发生了隧道惨案。睡着了啊，我就是他们睡着了，实际上还就死了。重庆古道3号线这条地铁用几公里取名，看似很随意，但它的背后就是无止于胜利的倒计时。心里想着念着，前往1公里，胜利的希望都会多一些。即便是这样，重庆人民也不会屈服的嘛。所以重庆该被记住的不只是网红城市，而是英雄城市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重庆不怕，不怕，我们不怕。现在走在这里面，还有一种历史重现、历历在目的感觉，时刻警醒我们，勿忘国耻。随着我们国力强盛，曾经的防空洞现在也变成了特色火锅店。谢谢。自己的房子下面有防空洞，所以也是为了把这份责任也好，这份留念也好，让这个防空洞永远的保存下去。日本人在重庆做的这些恶事，在这里大家都能记住。对，亲临现场去看，还是很震撼，感觉历史是一幕一幕的在眼前又重现。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强大了，对，但是曾经我们能有这个强大，是因为一次一次的劳动人民，对，一点一点凿出了防空洞，保住了这个城市，保住了这个国家。